第116章天降横财。香树叶酒吧角落位置，爱尔兰找到个穿咖啡色夹克的男子，拍了下对方的肩膀，哈哈笑道：“怎么不喝列朗奇？”那男子30来岁，拥有张极为大众化的脸孔，只是能明显看出有鲁恩血统。他棕发褐瞳，鼻梁较高，原本醉醺醺的样子突然消失，眼神一下变得锐利。他扫了爱尔兰和克莱恩一眼，眸光又变得浑浊，仿佛充满了酒气。我已经喝过了，来杯扎尔哈解解酒。扎尔哈是本地特产的一种麦芽啤酒，价格便宜，风味不错。爱尔兰闻言笑了2声，指了指克莱恩道：“格尔曼斯帕罗。”然后他又为克莱恩介绍道：“乌斯肯特，叫他肯特就行了。你们聊，我得回去准备了，明早就要出港。”他挥了挥手，毫不犹豫的转身离开。克莱恩拉过旁边的椅子坐了下去，也不要酒，就那样面无表情的看着乌斯肯特。肯特被看得极不自在，灌了口扎尔哈道：“以后有什么事情都可以来找我，只要你能提供有价值的情报，或者帮助我们做一些事情。”他并不担心周围的酒鬼听到两人的对话，因为许多黑帮和海盗团也会这么说，招募线人时的话语往往都差不多。好，克莱恩很想问一句，假扮伊莲刺杀疾病中将的服装花费能不能报销？虽然那是达尼兹出的钱，不过他也就只是那么想一想。乌斯肯特看似醉意浓厚的呵呵笑道：“我听爱尔兰提过你的一些事情，但我依然得提醒你，在大海上做事不能那么疯狂，尤其要注意一点，尽量不招惹海盗。我的意思是不要正面对抗，私下向我们提供情报是没有问题的，我们会为你保密。”这一次他明显压低了嗓音。见格尔曼斯帕罗没有回应，他又补充道：“海盗们是不会和你讲骑士精神的，也不会遵守王国的法律和规则。哥，如果你安家在各个港口城市或者岛屿殖民地，他们绝对能做出袭击你家人的事情。”家人？克莱恩默然1秒，平淡说道：“我没有家人。”乌斯肯特险些不知该怎么接话，只好转而说道：“他们还会袭击你的朋友。”然后他听见格尔曼斯帕罗语气没有起伏地回应道：“我没有朋友。”乌斯肯特顿时有一种被噎住的感觉，下意识喝了口扎尔哈啤酒才缓了过来。他咳嗽了2声，低沉说道：“他们还会偷袭你，还会收买人员，弄清楚你的行程，拦截你乘坐的船只。在大海上，个人的力量往往是渺小的。”克莱恩相当平静地说道：“我不会拒绝别人给我送钱，这是礼貌。”送钱？乌斯肯特明显愣了一下，不明白格尔曼斯帕罗的意思。几秒之后，他才豁然醒悟，对方是将海盗们当作移动的悬赏金。他喝了口啤酒，又喝了口啤酒，一时竟说不出话。香树叶酒吧的地下区域内，陌生的冒险家巧言者米索尔金精神一振，坐直了身体。巨力士奥兹尔点头道：“据莱延米斯讲，那个冒险家非常面生，应该是刚来群岛海域没多久，但给他相当危险的感觉，相当危险。会是和烈焰达尼兹联手击杀钢铁麦维提一伙的那个人吗？会是假扮成伊莲袭击船长的那个人吗？”米索尔脑海内顿时有了一定的联想，沉声问道：“有他的照片或者肖像画吗？”奥兹尔对势力的属下招了招手，接过了对方送来的一张白纸，有利用一事让莱延米斯描绘了那个陌生冒险家的样子。你知道的，要想在拜亚姆的地下世界站稳，和做成功的海盗是不一样的，必须得有辅助人员。为了雇佣他们，我花了不少钱。米索尔听明白了对方的潜藏意思，轻笑一声道：“只要能查清楚这件事情，船长不会吝啬奖励。”他拿过肖像画，展开一看，发现上面是个黑发棕瞳，脸庞消瘦，棱角分明的冷峻男子，身穿黑色双排扣长礼服，头戴半高丝绸礼帽。没见过，无法确认是不是伪装成伊莲那个人。米索尔抬起脑袋道：“查清楚他的身份和行踪，我已经吩咐人去做了。”巨力士奥兹尔沉着笑道。两人同时沉默下来，各自喝起南威尔红葡萄酒。过了几分钟，有一位酒吧看守进来，打破了无人说话的气氛。他瞄了眼巧言者米索尔，凑到自家老板耳边，小声说了2句。奥兹尔的表情突然变得颇为古怪，又掺杂着一些难以掩饰的笑意。他放下高脚玻璃杯，顿了顿道：“找到那个陌生冒险家了，在哪里？”米索尔脱口问道。奥兹尔指了指上方，就在酒吧里。米索尔抬头望了望天花板，默然几秒道：“我上去看一下，做个确认。”他自忖和假扮红发伊莲的人有过接触，
且对类似的能力有大致了解，认为哪怕对方再能伪装，自己应该也会有一定的熟悉感，所以决定亲自去确认一下。按照他原本的习惯，其实不会就这样主动出面，而是先做外围的调查，有了不小的把握，才切入进去。但这一次他不是太相信奥兹尔的那些手下，如果真是伪装伊莲的人，一察觉到不对，立刻就会变化样子，改变身份，消失不见。而且米索尔知道自己目前处于被船长惩罚的状态，必须迅速立功，才能重返黑死号。不管是能力不足，还是谨慎程度不够，结果都无法改变，就那样被伪装者瞒过，带着他登上黑死号，差点杀掉船长。换做以前的麒麟格斯，必然不会饶恕我。他一直都很贪婪，对我的非凡能力渴望了很久。船长没有因为麒麟格斯也能借助蠕动的饥饿变化样子，就认为我和袭击者合作，当场召集其他人围杀我，只是打发我到拜亚姆调查这件事情，已经足够宽容。和麒麟格斯相比，他是一个真正值得效忠的船长，我必须尽快立功，有借口联系他，不辜负他的对待。米索尔金起身走向外面的同时，思绪竟忍不住有些翻滚。他虽然是一个杀过不少人、抢过不少船只的海盗，但内心也有着柔软的地方，而且他并没有发现，在与疾病中将特雷茜的长久相处里，一直反复被对方魅惑，好感已深入骨髓。即使疾病少女没有帮手，让他跪到地上亲吻脚尖，他也不会反抗，照做不误。当然，这不会影响他在内心幻想和特雷茜做一些少儿不宜的事情。如果有机会，即使没获得船长的允许，他相信自己也会主动去做。身为一名海盗，他做过的类似事情并不少。来到上层，米索尔金根据奥兹尔手下的提示，沿着酒吧墙壁绕了半圈，远远看到了坐在角落里的那个陌生冒险家，与肖像画一致，但没有熟悉感。是他伪装的足够好，还是另外有人，比如冰山中将艾德文纳？他能模拟见过的非凡能力，像麒麟格斯一样变化样子，不是没有可能。米索尔目光停顿了2秒，谨慎的收了回来。而这个时候，占卜家的灵性直觉已告诉克莱恩，有人在观察他。克莱恩没有掩饰，当即回望过去，看见了个眉毛很短、眼窝深陷、眸色棕褐的男子，巧言者米索尔金，疾病中将旗舰黑死号的3副。克莱恩一下就认出了观察自己的人是谁。忽然间，他脑海内同时闪过了2个想法，一个是赏金5400镑，另一个是他为什么观察我？他从达尼兹那里入手，查到了我。军方联络人乌斯肯特发现了格尔曼斯帕罗的异常，循着他的视线望去，却因为角度问题被几个酒鬼挡住了目光。这个时候，克莱恩以本能有了对策，那就是假装没认出米索尔金，收回视线，要一杯酒喝，并暗中观察对方去了哪里，然后利用无面人的能力混入米索尔的藏身处，无声无息狩猎对方。想法一闪而过，克莱恩忽然发现了个问题，这是在做我自己，而我现在是格尔曼斯帕罗，一个看似冷静实则疯狂的冒险家。念头电转间，他突然转身，拔出左轮，就在热闹喧嚣的酒吧内瞄准了巧言者米索尔金。砰！一声枪响震动了整个酒吧，许多客人条件反射般的抱头蹲下，经验极为丰富。不少酒鬼软倒于地，10来个人或侧扑或翻滚的进行躲避，动作熟练到了极点，而这里面就包括米索尔金。但是克莱恩其实并没有扣动扳机，因为他害怕误伤无辜。他和米索尔之间隔了许多酒客，那一声枪响源于他制造幻觉的能力。此时此刻，他面前已一片开阔，人们就像秸秆一样倒伏了下去。于是他施施然瞄准了刚侧扑落地的米索尔，真正扣动了扳机。砰！第117章龙威。砰！黄铜色的子弹穿过半个酒吧，射向了巧言者米索尔金的身体。可就在他即将命中的时候，米索尔棕褐色的眼眸突然变得深暗，那枚子弹一下拐弯，略微朝上，准确命中了一个装满金黄色啤酒的玻璃杯。激烈的响声里，那杯子瞬间4分5裂，将酒液抛向了四周。与此同时，米索尔抓住旁边酒客的杯子，胳膊张开，小臂一甩，将他扔向了克莱恩。这有什么意义？克莱恩只是略微侧身，就躲开了那个玻璃杯，任由他摔到墙上，摔得粉碎。这时，巧言者米索尔连扑带滚，
奔向了地下区域的入口，试图进入里面寻找帮手或是从密道逃离。他初步认定那个陌生又疯狂的冒险家就是伪装成伊莲，登上黑死号刺杀疾病中将特雷茜的袭击者，而对方差点成功的表现让他明白单对单的情况下自己不是他的对手，这可是海盗将军级的强者。噔噔噔，克莱恩高速追向了巧言者米索尔，他的身影迅猛又皎洁，在如此杂乱的酒吧内竟没有踩到谁。眼见地下区域的守卫提着手枪迎了过来，眼见米索尔金即将通过入口，眼见酒吧四周的看守纷纷往这边靠拢，克莱恩没有犹豫，豁然握紧了左手，他那只黑色的手套瞬间覆盖了层暗金色的细密鳞片，他深棕色的眼眸一下变淡，似有竖起，紧接着一阵无形的波浪以他为原点，向着四周席卷开来。这波浪所过之处，抱头下蹲的酒客们纷纷瘫软，瑟瑟发抖。军方联络人员乌斯肯特也明显失去理智，仿佛遭遇了世界上最可怕、最恐怖的事情，只想逃出这里。靠拢过来的酒吧看守们同样如此，被极大的恐惧占据了心灵，漫无目的的到处奔跑，引发了更大的混乱。当当当，地下区域的守卫们扔下了自己的枪支，或奔向角落，缩成一团，或浑身颤抖的立在原地。裤裆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湿润起来，巧言者米索尔也如遭雷击，害怕的就在入口处不断转圈。这是心理医生的震慑，也叫龙威或群体混乱。这是克莱恩目前仅有的范围控制型非凡能力。此时，克莱恩高速奔跑的身影并没有停止，噔噔几步间就已冲到了米索尔身旁。就在这个瞬间，他脑海内油然浮现出了一幕场景，看似陷入极大恐惧的米索尔突然抬头，拧腰摆臂，轰出了右拳，直奔自己的头部。克莱恩没做思考，充分相信小丑的危险预感，当即弯下腰背并侧过了身体。几乎是同时，巧言者米索尔豁然抬头，棕褐色的眼眸幽暗清醒，没有一点混乱。他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摆脱了龙威的影响，这是出乎克莱恩意料的事情。砰！米索尔肌肉鼓出，腰背一拧，手臂摆动，轰出了一记仿佛炮弹的拳头，但却没能击中预想的目标，打在了入口处的墙壁上。哐当！他拳头所处的位置，砖石粉碎裂开，迅速就出现了一个蜘蛛网簇拥的大洞，而整个酒吧都仿佛有所晃动。这一拳的威力比左轮手枪的子弹强了不知多少倍。而这个时候，克莱恩已闪到了他的侧后方，身体重新挺直，手套则似乎覆盖上了一层黄金。他深棕色的眼眸内两道闪电炸亮，如同子弹般射了出去。审讯者，精神刺穿。啊！米索尔金顿时发出了一声惨叫，但却没有跌倒于地，痛苦翻滚，只是抬起双手，试图捂住脑袋。他很快就神奇的从这种精神被刺穿的痛苦里恢复，但却感觉额头已被冰冷的金属管抵住。看见对面冷峻消瘦的冒险家扣下了扳机，两人相距如此近的情况下，哪怕精神刺穿效果只维持了1秒，也足以克莱恩抬起右臂，将左轮的枪口抵在巧言者米索尔金的脑袋上。砰！米索尔金想要求饶的话语从半张的嘴巴处缩回了喉咙里，他脑后的墙壁上出现了一幅由点点血红和少量白色构成的画面，凄艳、鲜明、凌乱。眼睛里神采逝去，米索尔向后一倒，靠着墙壁滑向了地面。1350年2月1日中午，巧言者米索尔被狩猎。克莱恩看了眼还处于混乱中的酒吧，猛地将地下区域的大门关上，缠上原本就存在的铁链，强行打了个结。他弯下腰背，拖着米索尔金向地下区域前行了几步，但又未直接进入。他一边戒备着可能从里面冲出的敌人，一边摊开左掌，居高临下的对准了巧言者米索尔的尸体。对于放牧这位黑死号的三副，他没有一点心理负担，相信对方肯定罪恶深重。这一是由于米索尔曾经为飓风中将麒麟格斯的下属，而那已经逝去的海盗将军甚至做过屠船的事情，是一个相当冷血的人。从蠕动的饥饿内那个红手套梦魇的遭遇就可以窥见一二。二是米索尔现在为疾病中将效力，间接等于为魔女教派效力，不知参与过多少起人口贩卖。蠕动的饥饿恢复了薄薄人皮的样子，掌心位置裂开，出现了2只猩红的眼睛。瞬息间，通往地下区域的过道内刮起了刺骨的寒风，他不断在巧言者米索尔的尸体上打旋，
慢慢勾勒出了眉毛很短、眼窝深陷的模糊人影。黑色却不暗淡的光点飞快从尸体上涌出，与米索尔灵体内的同类结合，共同投入蠕动的饥饿内，钻进其中一根空白的手指，与四周环境发生了一定的关联。蠕动的饥饿先是变得深黑，既邪异又尊贵，接着恢复原状，散发出对血肉的渴求。克莱恩静静感应了几秒，略感惊喜的发现这次抽到的能力相当实用。虽然只有2种，但却比之前活尸的3种还要好。直到这个时候，他才知道米索尔是律师途径的序列6腐化男爵，而他抽中的2种能力，一个源于腐化男爵，一个来自对应序列7贿赂者。前者是扭曲，通过扭曲目标的语言、行动和意图，构建一定的有利于自身的秩序，从而达到限制或影响对手的目的。后者就叫贿赂，却只是贿赂者各种贿赂能力的一种，细分可以称为贿赂削弱。使用这种能力的前提是给予目标一定的事物，然后就能在一定时间内较大幅度削弱目标针对自身的攻击、防御或控制。给予目标一定事物，他扔了杯酒给我就算贿赂了。不愧是黑皇帝途径，既钻秩序的漏洞，又显得霸道。难怪我的龙威和精神刺穿在米索尔身上效果都不理想，就连子弹的威力都下降了。我还以为那一枪能直接掀开他的头盖骨。克莱恩一下恍然，同时他明白了当初为什么会不由自主飞向黑皇帝号，飞向五海之王纳斯特，那是因为对方扭曲了他的前行意图，让他无法停止。还不错。克莱恩低头瞄了眼巧言者米索尔的尸体，向着地下区域行去。他得给蠕动的饥饿找点食物，不知是不是屡次被丢到灰雾之上的缘故，蠕动的饥饿现在不算疯狂，似乎还能忍受，所以克莱恩也不着急，慢慢前行，防止意外。没走几步，他看见巨力士奥兹尔领了帮属下出来，里面有非凡者，也有枪手，数量不少。克莱恩表情没有变化，黑色的手套又一次覆盖上了暗金色的鳞片，他的眼眸再次变淡，仿佛竖起，无形的波浪瞬间向着前方涌去。心理医生龙威第118章清场。龙威汹涌而来，巨力士奥兹尔与他的属下同时一震，仿佛被人用巨锤狠狠砸了一下。豁然之间，他们有的向着四周狂奔，有的漫无目的逃窜，有的在原地不断打转，有的僵立不动，浑身颤抖，反应分门别类，各有区别。与刚才害怕巧言者米索尔恢复过来必须争分夺秒不同，此时的克莱恩有余弦关注全场，于瞬息间把握住了局势。不同的反应是基于精神强大和坚韧程度的不同，最脆弱最普通的那些是狂奔。正常人类里意志较为坚定的是漫无目的逃窜，精神有所提高的非凡者和意志相当坚定的普通人主要是原地打转，想逃又能初步克制自己。实力颇强或精神坚韧的非凡者则是僵立颤抖和原地打转结合，吓得失禁那种属于逃窜和躲避类型。克莱恩目光一扫，就要举枪射击，让能威胁到自己的敌人失去战斗能力。这时他发现有位僵立颤抖的男子眼神恢复了清明，似乎即将摆脱震慑的影响，而另外几位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复苏迹象。考虑到没法在短时间内将他们一起解决，枪响也容易惊醒部分人，并且不同非凡者之间不同能力的搭配很可能对自己造成伤害，克莱恩念头一转，让左掌的手套染上了邪异反光的黑色。他眼眸一下变得深暗，强行扭曲了苏醒者的意图。那颤抖的男子猛地侧扑，逃跑的想法再也难以遏制，直奔秘密出口而去，给雇主巨力士奥兹尔留下了一道越来越小的背影。克莱恩迅速在心理医生和腐化男爵之间做起切换，龙威接扭曲，再接龙威，再接扭曲，很快就将几位精神强大或坚韧的奥兹尔护卫驱逐出了地下区域。虽然蠕动的饥饿没法和正牌牧羊人相比，不同灵魂间的切换有一定的缓冲，但克莱恩节奏把握得非常好，又有龙威影响残存，轻松就达成了目的。不过他也发现了一个问题，对一些目标来说，若在短时间内反复被龙威影响，震慑的效果会越来越差。当然，巨力士奥兹尔的大部分属下在被不断叠加龙威后，现在已全部瘫倒在地，屎尿横流，恶臭外溢。龙威和扭曲的搭配真是不错啊！之前米索尔如果不想着反扑，借助贿赂削弱和扭曲强行逃跑，我真未必追得上，杀得掉。他那下反扑也是厉害。
前期几乎没有征兆，如果不是占卜家和小丑都靠灵性和预感吃饭，我说不定都来不及用纸人替身，更别说躲避了。这是提醒我，哪怕仗着蠕动的饥饿有序猎物的战斗力，也不能小看了别的序列6，一不小心也许就被反杀了。思绪纷呈间，克莱恩让手套变得仿佛黄金锁住，眼眸内豁然亮起了2道闪电。巨力士奥兹尔顿时惨叫一声，再也难以支撑，山峰塌陷般跌倒于地，捂着脑袋痛苦挣扎，就像一条刚钓起来的鲶鱼。可惜没有范围攻击型的非凡能力，否则刚才那些非凡者都能留下来。我记得海王领域内有闪电风暴，可这种符咒太高级，超过了我现在的知识范围。克莱恩扫了满地的打手一眼，不快不慢地进入地下区域。这里原本是交易市场，但现在该逃的已经逃走，一片空荡。身穿黑色双排扣长礼服的克莱恩从一个摊位后面提了把椅子出来，放至奥兹尔身前，悠闲坐了下去，前倾身体，不发一言地注视着这位香树叶酒吧的老板。奥兹尔翻滚了一阵，终于从接近失控的痛苦里缓了过来，但依旧觉得脑袋仿佛要裂开。他正要挺腰站起，忽然看见了一双颜色很浅并反射淡金的眼眸，看见了一只覆盖暗金鳞片的手套。这个瞬间，额头还残留冷汗的他只觉那双眼睛内部有一个又一个的漩涡呈现，将自己的心神全部吸了进去。克莱恩嗓音平和地问道：“你以前是海盗？”是奥兹尔发现自己非常想回答对方的问题，这是心理暗示。克莱恩语气不变地再次问道：“你曾经做过哪些违背王国法律的事情？”奥兹尔没有隐瞒，将自己当海盗或香树叶酒吧老板时做过的一些事情简略讲了一遍，包括劫掠客轮的过程中侮辱女乘客、残杀无辜者，包括为了打击竞争者绑架对方的家人，并设下埋伏，让他们全家一起沉入了海底。克莱恩安静听完，嘴角缓慢勾起，右手拍了拍左掌道：“真是一个称职的海盗，合格的黑帮老大啊！”赞扬声里，他伸出了左掌，那薄薄的人皮上一下裂开张狰狞的嘴巴。地下区域内顿时回荡起了一声凄厉过一声的惨叫，可只维持了几秒就戛然而止，仅剩余音袅袅。克莱恩坐在椅子上，安静地看着前面明亮的光点缓慢汇聚，他的周围那些吓得失禁只知蜷缩的黑帮打手们本能远离着他，在地上爬出了一道道污秽的痕迹。过了一阵，克莱恩缓慢站起，弯腰拾取了那个仿佛婴儿拳头般的纯净光球，以及奥兹尔衣物内的钱夹。瞄了眼钞票的厚度，他收起那2样物品，放好左轮手枪，取下半高丝绸礼帽，对已躲至角落瑟瑟发抖的黑帮打手们行了一礼。做完这一切，克莱恩检查起地下区域，遗憾于没发现保险柜等物品，只得返回通道，提起巧言者米索尔金的尸体，走到了入口位置。他停留了2秒，脑海内自然勾勒出外面的场景，发现原本以为会尝试开门进来救援的护卫们早不知去了哪里。刚才的龙威让他们明白这是非凡者之间的战斗，所以退缩了。不愧是海盗横行的地狱，一些普通人也有机会了解非凡者，这里似乎经常发生类似的事情。某通缉犯被带法者们突袭抓捕，克莱恩解开铁链，顺手摸了摸米索尔的衣兜，将对方的现金转移到自己身上，忍住点数收获的冲动，他点燃纸人，抖甩往外，然后打开入口大门，提着米索尔的尸体走了出去。此时酒客们大部分已经散去，只剩7、8个人躲在不同地方等待结果。克莱恩没有表情的环顾一圈，让那一道道目光慌忙收了回去。唯一敢与他对视的是乌斯肯特，这位军方联络人员皱着眉头，看着格尔曼斯帕罗提着一具尸体缓步过来。砰！那尸体飞至他的面前，砸翻了一张桌子。乌斯肯特凝神一瞧，瞳孔顿有收缩。巧言者米索尔金，疾病中将的3副米索尔金。他愕然抬头，又一次望向了格尔曼斯帕罗。克莱恩一点点露出笑容道：“记得给我赏金。”说完，他边取下半高丝绸礼帽，微微鞠躬，算是行礼，边转身走向了香树叶酒吧的大门位置。拜亚姆港口，白玛瑙号上，爱尔兰看着自己船长室的大门被砰的一声推开，愕然问道：“肯特，发生了什么事情？”乌斯肯特表情有些扭曲地质问道：“爱尔兰，你给我介绍的究竟是什么怪物？”格尔曼斯帕罗，爱尔兰不敢确定的反问道。乌斯肯特点了点头。
他就那样杀掉了巧言者，杀掉了巨力士，就在香树叶酒吧，就在我面前，前后没超过5分钟，他觉得自己快疯了。米索尔金，爱尔兰似反问似自语的说出了那个名字，接着他露出一抹苦笑道：看来我们得向上面汇报了。他没提烈焰达尼兹，也没提钢铁麦维提的死亡。好，乌斯肯特等的就是这一句话。下午3点，拜亚姆总督府附近的异动花园房屋内，爱尔兰和乌斯肯特坐在装饰典雅的客厅内，等待着大人物回应。不知过了多久，一位金发整齐厚淑的年轻男子沿着楼梯下来，对两人说道：上将的意思是，既然他暂时没有敌意，就履行协议，继续之前的合作，但要有一定的防备，并拍电报回贝克兰德，暗中查明他的真实身份和出海意图，还有将他击杀米索尔金的事情宣扬出去，宣扬给海盗们。是吕尔安先生得到明确指示的爱尔兰和乌斯肯特当即松了口气。旅馆内，克莱恩做好占卜，点数完现金，确认本次收获了327磅9苏勒5便士和一份战士途径序列8格斗家的非凡特性，这也是价值600-700磅的物品，而且还有米索尔的赏金，就算扣掉劳务费，也有好几千磅，和乌斯肯特未必敢抽成，这一笔收获不小啊，简直天降横财。克莱恩心情舒畅的想着，然后举行仪式，将蠕动的饥饿带入了灰雾之上。坦白讲，龙威、狂乱和心理暗示这3个非凡能力都相当有用。他颇为不舍，但既然已经答应了正义小姐，他最终还是选择遵守诺言。第119章自己吓自己。灰雾之上，克莱恩后靠住高背椅，拿着蠕动的饥饿，沉默了好几秒钟。最后，他还是按照预定的步骤，释放了那位心理医生的灵魂。青铜长桌的侧方很快呈现出一道高挑的身影，这是位女士，面容较为模糊，痛苦与扭曲的感觉溢于言表。克莱恩看着她，聊天般问道：还记得自己是谁吗？在这片神秘空间里，他可以直接通灵。那位心理医生的怨毒感减弱了不少，苦涩笑道：当然记得，我是某个隐秘组织的成员，打算去托斯卡特岛见一位朋友，结果在路上遇见了海盗。虽然我利用自己的能力解决了那次灾难，但逃脱的海盗却将相应的情况告诉了麒麟格斯，他为了获得我的能力，特意改变了航行计划，堵住了我们的船只，之后的事情您应该能够想象。得益于他的谨慎，我直接被杀死，没像其他女乘客那样遭遇比死亡更可怕的事情。克莱恩默然几秒，轻轻点了下头。你知道《格罗塞尔游记》这本古代书籍吗？他认为既然格罗塞尔游记出自巨龙一族，那心理医生们或许听闻过他的名字和具体情况。那位女性心理医生认真回想了一下，摇头说道：很抱歉，我从未听说过这个名字。克莱恩没再纠结这个话题，转而问道：你即将消散，获得安宁，还有什么遗愿？那心理医生低下脑袋，轻笑一声道：想复活。好吧，我知道这个愿望无法得到满足，其他也没有必要了，我已经死去好多年，我的家人，我的朋友应该早就收到了噩耗，再传递一遍死讯，只会让他们重新回忆起那种痛苦。这样吧，谢谢，就这样吧。他的身影飞快暗淡，消失不见，只留下一个巨大的金色瞳孔，能映照出每个人心里想法的金色瞳孔，这是心理医生遗留的非凡特性。克莱恩叹了口气，琢磨起刚才心理医生话语里的一些细节。他到托斯卡特岛拜访朋友，独自一人，未带亲属。托斯卡特岛位于苏尼亚海最东面，和加尔加斯群岛一南一北，它是鲁恩王国最东边的殖民地，而加尔加斯群岛属于福萨克帝国。什么朋友会在那里？什么朋友值得乘坐那么久的客轮去拜访？他虽然只说是隐秘组织，但大概率属于心理炼金会，这是在出任务。克莱恩尊重逝者，不愿意挖掘对方的秘密，所以没有多问，此时自然没什么头绪。他很快就停止思考这方面的问题，考虑起另一件事情。猎杀巧言者米索尔金之后，不管基于什么理由，我都得在短期内离开拜亚姆了。这段时间，我在这座慷慨之城真的做了不少事情。参与2到3个非凡者聚会，确认是否有密友大师的主材料后就离开。克莱恩迅速有了决断，接着具现出世界祈祷的场景，给他蒙上灰雾，丢入了象征正义小姐的深红星辰。奥黛丽正在3楼的阳台上眺望附近的村庄，那里的屋顶以砖红色为主，描绘着或写实或抽象的巨龙图案。
忽然，他眼前浮现出了一片熟悉的无垠灰雾，灰雾之中，一道模糊的人影正在向高居上方的神灵祈求。伟大的愚者先生，请转告正义小姐，可以准备交易了，可以准备交易了。他拿到心理医生的非凡特性了，可昨天还没有。世界的效率惊吓到了奥黛丽，险些忘记感谢愚者先生。还好，她早不是以往那个青涩天真的少女，已经见识过不少大事，迅速平复心情，虔诚做出感谢，并告知世界先生得等待2到3天，因为他准备将欠愚者先生卷着的那笔钱一并支付他身上的现金足够归足够，但必须保持一定的底线，否则容易被人发现不对。等到虚幻的灰雾散去，奥黛丽俯视了眼正在1楼静静欣赏花园的苏倩，来回踱了几步，暗中啧舌道：世界先生真的很可怕呀。傍晚时分，海藻酒吧内，刚从赌场挥霍完金钱出来的蓝颜米斯坐到吧台前，要了杯列朗奇。他正要举杯喝酒，突然听到酒保压低嗓音道：巧言者米索尔死了。谁干的？蓝颜米斯先是一惊，旋即有些兴奋地问道：有人在挑战疾病中将，一个叫格尔曼斯帕罗的冒险家，之前一点名气都没有，谁知道竟然能干掉米索尔。酒保没掩饰自己的震动和惊愕，他还杀了奥兹尔，香树叶酒吧真正的老板。居力士奥兹尔。蓝颜米斯正要发表感慨，突然皱了下眉头。今早奥兹尔的人来问过他烈焰达尼兹的事情，他告诉对方，那位黄金梦想号的水手长与一个陌生冒险家混在一起，并借助仪式提供了相应的肖像画。奥兹尔死了，米索尔金死了，一个叫格尔曼斯帕罗的陌生冒险家干的。蓝颜米斯的手忽地颤抖了一下，脑海内瞬间浮现出那幅让他印象深刻到极点的画面。看似绅士的年轻男子站在酒吧偏入口处，黑发棕瞳，脸庞消瘦，棱角分明，正目光冰冷地审视着来来往往的酒客，就仿佛在寻找猎物。蓝颜米斯打了个寒战，顾不得喝酒，直接起身大步离开了酒吧。太可怕了，那个家伙太可怕了，连巧言者都死在了他手上，绝对是将军级的强者，他肯定在找我，要将我一起干掉。不行，不能留在半亚姆，必须立刻返回船上，远离这里。蓝颜米斯直奔红剧场，将几位同伴强行拉走，前往城外丛林，绕路去反抗军控制的斯港。红剧场斜对面巷子里的草药店依旧开着，胖药师达克威尔坐在柜台后，外表平静，内心焦虑。他已通过各种方式联络了知道的生命学派成员，寻求必要的帮助，但他无法知道谁会来，什么时候来，只能忍着害怕和焦急继续开店，装作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达克威尔，你很不安。胖乎乎的猫头鹰不知从哪里飞了回来，落在柜台上道：不需要你提醒，我很清楚我的状态。达克威尔不耐烦地挥了下手，他至今仍记得跟随老师学习时，总是被对方告诫要小心官方组织，小心真正的血族。为此，罗伊金举了不少例子，什么被永久关押在地底，既见不到阳光，也没有女人，什么成为研究人员，用身体去测试某些封印物的危害，什么经受各种实验，变异成只剩本能的怪物，什么被血族吸食，化为傀儡。这些事例深深印刻在了胖子的脑海内，让他本来就缺乏的勇气直接消失。离开老师后，总是一个城市只待一段时间，有暴露风险立刻离去。达克威尔努力收敛恐惧的情绪，将注意力转移至怎么解救老师的问题上。老头被抓有一段时间了，为什么还关在总督府里？以军方的能力，要弄清楚的情报应该早就弄清楚了。不管是直接处决、收获材料，还是放入研究人员里，必然已经转移了老头。难道老头用什么办法隐瞒住了秘密？或者他们想让老头成为间谍？直接答应啊！达克威尔抓挠着头发，思绪漫无边际地发散开来。渐渐的，他想到了自己与老师罗伊金最后的那次通信。老头总是喜欢在看起来很平常、很普通的地方给予提示。那封信里会不会也藏着类似的信息？那封信也没说什么啊，就约定在红剧场附近见面，并且炫耀了他的赌博技巧。呸！明明是靠运气，他还让我去恩马特街的马佩尔杂货店买一个骰子，做好接受教育的准备。我想着等见面了再去买，一直没去，也许那里有秘密。达克威尔就像溺水之人抓住最后一根稻草般有了思路。拜亚姆许多街道是以鲁恩王国的城市来命名的。达克威尔用几分钟的时间鼓起勇气，
带上猫头鹰，关闭店门，走出了巷子。等待出租马车的过程中，他从报童手里买了份刚发行的新闻报，无聊地翻看着国际国内与群岛新闻。忽然，他看见了张熟悉的脸孔，那正是告知他罗伊金下落的冒险家格尔曼斯帕罗，于中午击杀了悬赏金额高达5400磅的巧言者米索尔金。我竟然委托了这么一个厉害的冒险家，达克威尔啧啧有声。他很快将此事抛到了脑袋后面，上了出租马车，直奔了马特街。找到了马佩尔杂货店，店主是位和蔼的老年女士。她上下打量了达克威尔几眼后道：“你需要的骰子价值1磅，你这是在抢劫。”达克威尔在心里怒吼了一声，但这让他更加确定那枚骰子也许藏着线索。付了钱，他接过一个很小的戒指盒，打开盖子，看见里面有个乳白色的6面骰子，朝上的点数是红色的4点。虽然很疑惑这骰子很普通，并且塞的戒指盒满满当当，几乎没留空隙，但达克威尔还是谨慎的没当场去研究，将它揣入兜里，走向了街道另外一侧。等来到僻静处，他忍不住拿出看了一眼，没觉得那骰子有什么问题。就在这时，一辆马车飞快驶过，吓了他一跳，手腕一抖，将骰子掉到了地上。那骰子连续滚动，最终停止下来，红色的一点朝上。达克威尔骂了马车夫几句，迈开脚步准备拾取。这一步刚有走出，他身体忽然晃动，于没有障碍物的情况下，砰当一声摔在了地上，摔得头晕眼花。他一时有些茫然，就那样躺在那里，眼前正是那枚乳白色的骰子。第120章声名鹊起。达克威尔趴在那里，短暂静望了站起，脑袋似乎一片空白。自从他发育成熟，就基本没再遭遇过这种自己绊倒自己的事情。服食魔药，身体各个方面都有一定增强后，更是如此。结果今天竟莫名其妙的摔倒，简直无法理解。刚才是踩到了什么吗？达克威尔豁然回神，手掌一撑，翻身站起，假装刚才跌倒的不是自己。他左看右看，都没发现地上有古怪的东西，带着满心的疑惑，艰难前行几步，拾取起了那枚乳白色的骰子。就在这个时候，一位巡逻的警员似乎察觉到了这边的异常，提着短棍，手按左轮，小跑着奔了过来。看到这一幕，胖药师达克威尔突有担心，怀疑自己是不是踩中了陷阱。他们抓了老头，却一直没来找我，其实是在暗中监控，等着我发现线索。现在我拿到这奇怪的骰子了，他们就迫切出来了，官方非凡者来抓我了。达克威尔的本能反应是扭头就跑，但刚才那下摔得有些重，他膝盖疼痛，一时竟只能小步走动。看见巡逻的警员越来越近，自己想跑又跑不起来，达克威尔脑海内一下浮现出了位于地底的监牢，永远只有烛火的环境，关在旁边却于昏暗里剧烈喘息，仿佛怪物的非凡者。发生了什么事情？巡逻的警员按着手枪，隔着一定的距离谨慎问道。达克威尔内心突然涌出难以遏制的恐惧，手腕一抖，刚捡起来的乳白色骰子又掉落于地，翻滚了几圈，这一次是红色的6点朝上。面对警员的审视，达克威尔嗓音发抖的回答：踩到该死的香蕉皮，摔了一跤。话音刚落，他心里顿时咯噔了一下，因为地面根本没有香蕉皮。该死，太紧张了，还不如直接说自己把自己绊倒了。达克威尔懊恼的想着，他决定召唤停在对面房顶的猫头鹰，为垂死挣扎做准备。巡逻的警员瞄了一眼，轻笑道：走路不要忘记看脚下。我刚才还以为你被谁抢劫了。他松开按住左轮的手掌，提着短棍往回走去。达克威尔一脸茫然的看着警员的背影越来越远，不明白对方怎么简简单单就信了自己满是错误的说辞。他收回视线，望向了安静躺在地面的那枚乳白色骰子，眉头逐渐皱起。我又不是纯正的鲁恩人，这些警员不需要讨好。难道他在发挥作用？无论是我奇怪摔倒，还是诡异说服警员，都是他在发挥作用。他是老师保管的那件重要封印物。达克威尔迅速有了联想，谨慎小心的前行，再次拾起了那枚骰子，将它原样塞回了那个极小的戒指盒内。在这里面，骰子根本没有转动的空间。对自家猫头鹰使了个眼色，达克威尔捡起之前买的那份新闻报。兰亭一辆出租马车一瘸一拐的登了上去，目的地是红剧场。车辆平稳行驶的过程中，
因为夜晚已经降临，两侧煤气路灯的光芒又隔得较远，只能照进来少许。他没急着研究那个戒指盒和里面的骰子，耐心等到了回家。进入草药店，上至2楼住人的地方，他点亮煤气壁灯，将傻鸟赶出了房间，自己则坐到书桌前，反复检查起戒指盒和乳白色骰子。终于，他从戒指盒的底部夹层里抽出了一张折叠至只有半个指节大小的纸张。达克威尔无声吸了口气，飞速将那纸张展开，发现上面果然有3段用古弗萨克语书写的文字。如果我在约定时间的3天后还没有出现，那一定是被人出卖，惨遭抓捕。所以你不要贸然向学派其他成员求助，因为我无法确认是谁做的，这会给你带来很大的危险。你需要做的事情只有一件，那就是带着那枚骰子前往奥拉维岛，将它交给港口城市的敲钟人卡诺。我的老师瑞乔德议员就躲在那里，之后的事情他会处理，不用担心我会泄露这个秘密。当我写完这封信，有关的记忆都将彻底消失，甚至不再记得你这个学徒，直至我被解救。记住，尽量不要使用那枚骰子，它有一定的活着的特性。你用的越多，它越容易苏醒，在你不注意的时候转动自己，哪怕没有空间。当它固定于1分后，请相信我，你会比直接死亡还痛苦，因为你做几乎所有事情都会失败，包括你最喜欢的床上运动。果然，这枚骰子很危险。达克威尔下意识感叹了一句，旋即发现自己好心之下做了蠢事。他为了解救老师罗伊金，战胜胆小，留在了拜亚姆，并向知道的生命学派成员们发出了求助的信息。而根据信里的内容，这意味着他很可能被出卖罗伊金的那位盯上。怎么不早说？不，我怎么没早点想到要去买这个骰子？达克威尔抬起双手，抓扯起两侧的头发。他再也不敢停留于这里，决定今晚就转移住处，决定今晚就去买黑船票。明天一早前往奥拉维岛，那是位于罗斯德群岛到托斯卡特航线上的一座岛屿。我的符咒，我的手枪，我的子弹。达克威尔忙碌着点数起能提供安全感的物品，为自己缺乏足够的战斗力而忧虑。他很快有了的想法，来回踱步，嘟囔着说道：我得请个保镖，请个保镖。请谁呢？花多大的价钱？达克威尔思索之中，目光扫过了自己带回来的那份新闻报。忽然间，他想到了一个绝妙的保镖对象——格尔曼斯帕罗，一位能猎杀5400磅大海盗的强力冒险家。如果他肯接这个任务，只要不是议员出手，我应该都能顺利抵达奥拉维岛。怎么才能找到他呢？对，在冒险家经常出没的各个酒吧内贴告示。达克威尔微不可见点头，将少量物品塞回了之前收拾好的行李箱，带上胖乎乎的猫头鹰，又一次心疼地离开了草药店。罗斯德群岛海域外，一座隶属于鲁恩的小港口内，黑死号毫无顾忌地停在那里，被3艘船只簇拥着。刚泡了个热水澡的疾病中将特雷茜穿了件宽松的男士衬衣，为已基本愈合的伤口做最后的处理。对一位魔女来说，痘印疤痕这类东西是不存在的。这时，金发侍女敲门，在得到允许后走进了船长室。她看了眼特雷茜，脸蛋发红，移开了视线。船长，拜亚姆那边有电报发到了这里的港口。米索尔，三副被人杀掉了。特雷茜停住动作，表情沉凝下来，迟疑着问道：知道是谁做的吗？他将巧言者米索尔打发去拜亚姆调查袭击事件，一是惩罚对方的失职，二是宣扬自身重伤，引诱不怀好意者再来袭击，完全没期待米索尔能在短时间内获得什么突破性进展。等被不老魔女称为死亡执政官的半神前来拜访后，他刻意隐瞒了此事，没迅速通知米索尔，让惩罚继续，想着对方能调查出什么自然好，没有也不是太让人失望的事情。至于米索尔是否会遭遇危险，他并不在意，这本身就是惩罚的一部分。可让他没想到的是，米索尔这么快就被杀了。金发侍女将电文递过去道：一个叫格尔曼斯帕罗的冒险家，能确认的是，他用了类似龙威的非凡能力。格尔曼斯帕罗，龙威，呵呵，麒麟格斯也会龙威。他应该有用蠕动的饥饿放牧一位心理医生或者催眠师。特雷茜接过电报，冷笑2声，自言自语道：他初步可以肯定，格尔曼斯帕罗就是伪装成伊莲袭击自己的那个敌人，而且用的正是麒麟格斯放牧的那个无面人的能力。蠕动的饥饿在他身上，
他背后有一位被母亲称为死亡执政官的古老半神，这是否意味着麒麟格斯正是被那位死亡执政官杀死的？特雷茜无声自语，挥手将金发侍女打发了出去。等到船长室的房门再次合拢，他轻笑了一声道：如果我把这个消息透露出去，指使麒麟格斯刺杀尼根公爵的那个组织肯定很感兴趣。短暂间，他真的有了这样的冲动，但理智阻止了他，因为这意味着直接得罪那位死亡执政官。而在对方明显只被认出一次的情况下，泄露消息的嫌疑人可以立刻锁定他。到时候，除非我躲回母亲身边，否则随时都将笼罩着死亡的阴影。对于别的圣者，我并不需要这么畏惧，他们要想袭击我，首先得能找到我，而且会有一定的先兆，需要花费不短的时间过来，我有足够的机会规避危险。但那位死亡执政官可以借助灵界穿梭，只要能确定我的位置，很快就能出现在我的身边。特雷茜咬住嘴唇，沮丧地想着，他放弃了之前的打算，决定只留意格尔曼斯帕罗的行踪，一旦出现好的机会，绝不放过。而这个时候，克莱恩依旧住在特亚纳旅馆内，等着赏金下来。